你以前的条件是什么？我帮你找看看。条件哦，第一个他要爱音乐，然后他很 fashion， 然后他什么都会，外观他当然要帅啊，然后他要很幽默，人要很 nice。怎么感觉你在讲你自己儿子啊？不挑的话很容易。不是不挑啦，Billy 姐不能这样说。Billy 姐，快点，我们要看到你。好，我明天带个给你看。好。5、4、3、2。耶！我只是对一下音轨而已。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我们今天感谢Billy姐跟静雯姐。静雯姐应该不用叫到姐吧？当然不用，怎么叫就是怎么叫。我们今天比较一个温馨的场景，就是很轻松的来聊聊天。他们最近即将上片《妈别闹了》，感觉是一个温馨爆笑的片。Billy姐在剧中是演妈妈，对，然后静雯是演女儿嘛，对，是一个40岁还不想要结婚的女儿，对，然后是一个已经就是结过一次婚，但还要再结婚的妈妈。妈妈的胆子很大，对，一直在追求爱情。其实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然后真的有这个人，然后作者就把他在家里跟妈妈跟妹妹他们家庭关系写出来，然后才改编成《妈别闹了》。他是真的有一本书，我妈的异国婚姻，然后他那本书真的是极为爆笑，跟你会觉得这样的家庭怎么那么特别。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想说，这样的一个题材，就是他想要讲的是，不管是什么年纪都可以去追爱这件事情。后来编剧改编到最后，就是Billy姐她就跟她真实的妈妈一样，她妈妈最后嫁到澳洲了，是一句英文不会，但她到最后就成功追爱，而且澳洲的那个阿伯真的很爱她妈妈，不管是什么样的女性，她都有这个追爱的权利。那当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就是你现在婚姻很好嘛，你变成你要融入那个角色，你一定要很认同他，你就是那个40岁不想结婚的人。其实因为有跟这个书的作者碰到面，他本人就是我演的那个陈如蓉，我是依照他跟他聊天跟他的形象感觉去揣摩的，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只会在家里写言情小说的作家，而且他对于他的情感世界是空白，但是他的言情小说写得非常非常非常好。可是怎么会呢？他就很冲击，因为他只敢在他的笔下追爱，他的行动上他不敢。是因为他不敢还是他不想？他不敢吧，因为他比较保守。应该是说这个作者他本身觉得家庭的事件围绕着他比较多的状况，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麻烦，那觉得写小说是带给他快乐。他这个妈妈是胆子比较大的，想要去找男朋友啊，从网络上他也不会网络啊，然后女儿变成是很担心他。那你觉得那个妈妈为什么这么想要追，这么渴望爱情？我觉得因为我们的爸爸因为他过世是忽然真实的，他也是很照顾他，心脏病过世，原本感情是很好的，非常非常，而且是非常爱他。那他觉得他要为了不要辜负他先生对他的爱，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我想要找寻真正的我想要看见的世界，跟以前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妈妈是她去追求爱情是很大胆的，而且是觉得人生要很精彩。他不想只是坐在家里，所以他跟很多网友见面，很明显价值观不一样。因为他一直叫他女儿说：“你们去交男朋友啊，你们赶快去交男朋友啊！”但是两个女儿都不是这样的型啊。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啊，2代的差异就是会跟他们人生的经验有关。对于妈妈来说，她过去有一个很爱她的人过世了，但她人生经验里面，爱情是非常美好，可以带给她非常多东西的。可是对于女儿，因为成长的经验不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跟很多人都可以很有连结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跟你讲的事情，为什么在他们身上都 OK 的，可是发生在小孩身上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妈妈就会可能中间跟女儿就有很多冲突，因为价值观不一样，互相无法理解嘛，就看到的世界不一样。然后可能在这个家庭当中，她呈现的是妈妈过于热情的不停的去寻找，那女儿的心态很简单，她觉得妈妈到了这个年纪怎么会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很怕她被骗。其实他们的角色不同，那妈妈会觉得说，你都已经40岁了，你还在这边用小说去寻找爱，你不是应该要真正的实践这件事情吗？所以其实剧中我们有很多我觉得有好玩的点，然后也有印象深刻，就是他鼓励他去追爱，甚至有打赌，大家看谁先找到真正的情感上的依靠。
我觉得他就是在不同的个性，在家庭不同的成员，比如说家燕，她是一个剧中她就是很强的一个妹妹，然后我就是一个极度不想要去踏出去的女儿，然后妈妈就是极度奔放，就是你看到这些不同的性格处在一个家庭，而且是家，我觉得不是朋友哦，所以那个东西的连结跟冲突又更不一样，更多。他们有很多冲突。对，如果是母女之间的话，一开始就试着我跟你讲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跟我讲为什么我这样子做，然后到最后已经怎么样都谈不拢了，情绪才会爆发。对啊，因为讲他不听啊，他讲我也不听啊，所以到最后大家都在各自的立场，因为他觉得他是为我好，我觉得我是为他好，好像越相爱越亲近的都会这样，都会这样子，就是把比较难看的情绪发在亲近的人。但是我们是用比较轻松好玩的方式讲到家庭的一些母女关系。我相信很多做女儿的常常会觉得说，哦，我真的不要跟我妈一样，或者说我们的关系其实跟妈妈之间是要保持一点距离的。但是在这个戏里面，我觉得他是把这些关系其实是很紧密才会造成冲突，弄得比较轻松一点，可以给大家呈现。希望大家就是到时候看了之后，用比较轻松的态度去可以反思自己跟自己家人的这些关系，因为越亲密的关系越不好处理，越容易有冲突。对，女儿来看妈妈的话，就是当一个不敢去追爱的女儿看到妈妈这样，难道不会觉得她很勇敢吗？因为他本身他就觉得妈妈都什么年纪，因为他在某部分我觉得他还是偏保守，跟觉得妈妈这一辈子都被爸爸保护得这么好，然后爸爸全然的为他，一种心情是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子说去找别人就找别人，那爸爸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另外一个就觉得说你都几岁了，你什么都不懂，你在网络上交日本男朋友美国男朋友，他觉得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是担心了。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某一部分他也蛮嫉妒妈妈他的人生可以这么的敢踏出去，这个角色陈云龙他就是缺少了那个踏出去的勇气，只能处在幻想世界当中。那妈妈呢？自己担心女儿的点是什么？因为两个女儿的个性都不一样，她都是在小说里面写爱情故事，可是真实状况都不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小的女儿，就是她交的男朋友都是渣男，每天都喝醉，每天都是忙的，所以两个女儿的个性都不一样，所以让她很担心，她会觉得你们超没用的，怎么会这样子？你看这个妈妈很勇敢的去追爱，所以他们的冲突很多。那妈妈是用什么方式去跟女儿沟通的？乱七八糟的方式他没有沟通，他没有方式的。妈妈比较像女儿，女儿比较像妈妈，尤其是就是我演的这个角色，她是大姐，所以她要带的是2个女儿，不是只有1个，就包括妹妹也是，就极为要帮她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女生想法比较不一样，我觉得现在女生她们会觉得说她要为自己活。对，我觉得蛮好的。像我自己本身的个性就是说很保守、很传统。你吗？对，我很低调、传统。我真的，我们连理科太太都会说你吗？没有，贝姐老实说，我们越了解她，越觉得她其实在对外跟她真实了解她其实是很某部分是真的蛮传统的，真的不是像外显的这种豹纹啊、贝姐，真的是骗人的。因为我相信在未来世界，就是可能比我在更年轻个1-2个世代的世界里面，感情不一定是人生的必须的事情了。可能他们有其他更想做事情。你有没有看过 Ready Player One 那个电影？现实社会里面，你有一套系统可以进去虚拟世界，有不同可以做不同的人物啊，就比较虚拟。你这个跟碧丽姐讲，她可能完全无法。你在说什么？世代差异的那个真的是我没有办法保证说我一定看得懂我小孩以后在干什么。但我会劝我自己说，反正一定是看不太懂的，要怎么样试图去理解？很难理解。我觉得现在整个变化太快了，但是你还是可以跟Nick一起在他的朋友或他的世界当中找寻，比如说音乐啊，或者是他们一些对不对？有某部分，比如说音乐啊、fashion 啊，对这些东西，我们都有共同点，就说那些东西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可以沟通的。
然后2个人都很喜欢这一块。我大女儿就是喜欢，比如说动漫啊，或者是她喜欢的一些角色人物，那我就会去了解说，哦，原来那我不懂，我也会在旁边就是看着她怎么玩啊，怎么创造啊，然后你可以了解，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坐在那里跟她的时间长一样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我至少陪伴她，她就很开心。我觉得那个就够了。对啊，她也希望妈妈在旁边说，你可以知道我在干嘛吗？所以如果说妈妈想要跟小孩试图做连接，其实2位妈妈提供非常好的方法，就是从小孩本身兴趣里面去多了解一点，不然会觉得怎么就是我要怎么进入你的生活？没错，要假装当朋友这样。你不用假装了。那如果Nick有一天回家说他交一个女朋友，她是 YouTube 上面的虚拟人物，虚拟人物就要思考，意思就是说看不到这个人，看得到他没有这个人，有这个人假的，那假的人你为什么要在乎？因为跟他有感情了。这个好厉害哦！不是真的人，你跟他有感情，因为现在 AI 什么的很厉害啊，真的。然后像日本就有人说他取了一个动漫人物，哇哦，这假的，这假的。丽姐现在已经不能接受，我不要再刺激你了。没有，Nick 不会这样，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前卫，因为你取一个没有的人哎，可是他觉得是有啊，你看不到，他是靠他的想象，远距没有想象啊。你也可以跟他聊你一天的事，他也可以跟你聊，他还记得。但是你跟他聊，他真的了解你吗？了解啊，他可以了解，这么厉害，是人工智慧，他可以了解。假如是这样，他也可能也是别人的女朋友。哦，不会，他可以只是你的。真的假的？这个太快了，我还没有办法 catch 到。你们会碰到这一辈要面对的问题，你们会碰到，就是是这样、你可以接受吗？我会说嗨，对，有空来家里玩。对，我会试着了解为什么。我觉得当妈妈不要一开始就反对，让他觉得你都不在那边。我想要先了解，之后再说。我觉得当妈妈很辛苦，因为现在资讯太发达了，你也没有办法，你也不知道小朋友在做什么，对不对？当妈妈真的太多烦恼了，不要自己吓自己。要学《妈别闹》里面的梅，就是放手。对，他先去谈恋爱。对，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在争执事件里面啊，妈妈越放，反而家里的小孩会变成比较管秩序，自己比较自律。对，因为妈妈已经很疯狂了，所以小孩都很自律。真的就会长出自己的求生本能出来。真的、哦，就妈妈越强的小孩感觉就越弱，因为你都帮他弄好了。对，所以你可以交虚拟女友吗？当然可以啊，他这个年纪他交女朋友很正常。虚拟哦，虚拟哦，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过，我还没办法想象，因为我不知道这一块。说不定下一个 sequel 的妈别闹就是在讨论这个。有可能哦，你会不会就跟虚拟的里面的男朋友是虚拟的？其实也蛮特别，这个很新哎。有的时候谈恋爱，像远距离恋爱，你也摸不到，你也只能用看的，不就只是一个心灵上的互相支持而已吗？那是人要有多孤单才会这样，我不晓得啦。我只觉得现在人的世代好像，因为以前大家老朋友还会见个面喝个咖啡啊，现在可能有视讯啊，我可能可以透过软体啊、电脑就满足我一些。我觉得还是很冷，对，就变成冷淡了。其实我觉得蛮伤心的感觉，就是科技反而增加人的距离。对啊，看起来好像是近的，其实是远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拍戏还在有讨论，就是说剧里面《妈别闹》里面这个王梅梅就是她的名字，你会觉得她很荒谬，但有时候也蛮佩服，觉得说哇，这样也蛮好的，只是我们不敢，可是她敢，那她就真的到最后她也是找到她的真爱啊。不挑的话很容易，不是不挑啦，BB 姐不能这样说，怎么这样子跟我讲？不是，其实是真的。你说假如不挑，是不是很容易交男朋友？但会很痛苦啊，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就是我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当然了，你有吗？没有，你只要走出去，很有信心。BB 姐，快点，我们要看到你。好，明天带个给你看。好。你以前的条件是什么？我帮你找看看。条件哦，第一个他要爱音乐，然后他很 fashion， 然后他什么都会。什么都会，就是比如像3C 产品，我不会嘛，对不对？他一定要会这个嘛。然后外观呢？外观他当然要帅啊，然后他要很幽默，人要很 nice。怎么感觉你在讲你自己儿子啊？
所以他找不到啦，因为尼克又帅又啦会音乐哈。其实一定有。有，你要愿意踏出你的家门啊！哎，奇怪了，剧中的妈别闹的是一直要把他拉回来，现在我是一直劝 Billy 姐要踏出家门。你看，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Billy 姐跟静雯讲了一些荒唐的事情，但是真的不要忘了看《妈别闹了》。我觉得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看，我觉得可以边看边吵架，就说你就跟那个谁一样。那你就是跟他一样了。7月15号7月15号 Netflix。希望大家喜欢。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在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